好，我是小诺。天冷了，总想吃饺子。这种素馅的饺子最适合了，不放肉，出锅比肉馅的还要香，营养美味又解馋。下面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包饺子，我们先来和一个面团，面盆中准备300克的面粉，面粉可以根据家人的多少来准备。往里面加入2克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然后再用180毫升的常温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拌成面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，把它揉成这样一个偏软的面团。刚开始揉面不好揉光滑，没有关系的，把它放在面盆中，盖上盖子，让它松弛10分钟。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馅料。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大白菜大量上市的季节，白菜鲜嫩又多汁。我这里就准备了1颗大白菜，特别的新鲜。先用刀将白菜根给它切掉，然后再将白菜叶子一片一片的给它掰下来，再将掰下的白菜叶子放到清水中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，将它控水捞出，放在漏篮里沥水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把鲜香菇，用厨房剪先把它的根蒂给它剪掉，这个根蒂比较硬，影响口感。剪掉之后，把香菇放入大碗中，加入清水把它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，将它控水捞出，再用清水给它多清洗2遍。清洗干净后，将香菇控水捞出，挤一下水分，把它放在菜板上，先切成厚片。香菇片我们要切得厚一些，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的滑嫩筋道。再改刀切成小丁，馅料中加入香菇，既能增加营养，增加香味，而且还可以使饺子的口感更加的丰富。切好后，把它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半个去皮的胡萝卜，先把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加入胡萝卜既能搭配颜色，又能增加营养。胡萝卜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，素有小人参之称，可见它的营养价值有多高了。作为配料，胡萝卜不用放的太多了，不然就会喧宾夺主了，半个就足够了。再将它切成小丁，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。下面我们再切一点小料，准备一把小葱，把它切成葱花。再准备1块生姜，先把它切成片，再切成丝，最后切成姜末。切好后把它装入盘中备用。这会儿我们再来揉面，用手按压一下，现在的面团已经很柔软了，给它揉一揉，揉了4、5下，面团就光滑了。这样揉面特别的轻松，再给它多揉一会儿，把它揉得更加光滑细腻。把它揉得光滑细腻，放在面盆中，盖上盖子，醒面20分钟。这会儿白菜也沥干水分了，我们将白菜叶子码放整齐，放在菜板上。先将白菜的叶子切成细丝，切到白菜帮的地方就不要再切了。做馅料为了口感更好，我们最好只用白菜的叶子，这样吃起来更加的鲜香。白菜帮比较硬，含水量也是非常多的，用来调馅的话容易出水。剩下的白菜帮我们可以留着做醋溜白菜吃。很多朋友喜欢将白菜叶、白菜帮用刀先给它分离，剩下光秃秃的白菜帮，那样去做醋溜白菜吃，口感就没有那么丰富了。带上这么一点点的叶子，做出来的醋溜白菜口感更好。切好的白菜叶子，我们再横着给它切上几刀，再给它剁一剁，把它剁得碎一些，也不要剁得太碎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剁好后，将它放入一个大盆中，往里面再加入1勺食盐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用食盐把白菜腌制一下，杀出白菜里面多余的水分，
这样待会儿我们调馅的时候就不会出水了。这样包出的饺子也不容易破皮，不容易露馅。搅拌均匀后腌制10分钟。接下来锅烧热，加入食用油，然后放入18粒花椒，2个八角，小火炸出香味儿。炸香后把花椒八角控油捞出，捞出来就不要了。然后放入切好的香菇丁，翻炒均匀，炒出香菇的水分。香菇我们要多炒一会儿，把香菇炒软，炒至断生，这样煮出的饺子馅料里面就不会夹生了。往里面加入生抽酱油提味儿，再加入半勺老抽上色，增加食欲。加入1勺白糖提鲜，翻炒均匀。炒匀后再往里面加入胡萝卜丁，翻炒均匀，把胡萝卜炒至断生，然后盛入盘中放凉备用。这会儿白菜也腌好了，白菜变软了，也杀出了许多水分。我们用手抓起白菜，将它用力的挤水，把白菜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它挤出来。挤好后放入一个大碗中，用筷子再将白菜抖散，把白菜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它挤出来，这样在调馅的时候就不会出太多的水了。抖散后往里面加入1勺熟的食用油，用筷子继续搅拌均匀。加入熟油可以锁住白菜的水分，防止白菜出水，让白菜保持清脆的口感。接着把放凉的香菇、胡萝卜丁倒进来，葱花姜末也放进来。接下来再准备一把馓子，把它放在菜板上，用刀背将馓子给它压碎，然后再给它剁一剁，把它剁得碎一些。没有馓子的也可以用方便面来代替。加入馓子既可以增香，还可以吸收馅料中的水分。把它剁碎后放入馅料中。接下来我们来调味儿，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的食盐。盐的量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因为白菜是用食盐腌过的。鸡精、十三香，再淋上蚝油、小磨香油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搅拌至所有的食材混合在一起，这样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。这样调出的馅料，不管是包包子、包饺子、烙馅饼都是非常鲜香的。这会儿我们的面也醒好了，把它放在面垫上，撒点干面粉防粘。醒好的面不用揉了，非常的光滑细腻。在面团上面撒一点干面粉，然后从中间给它戳一个洞，用手给它转压一下，捏一捏，像这样再给它逛一逛，这样方便搓成长条。粗的地方再给它捏一捏，然后给它切开，再搓成长条。搓成这样的长条，再切成大小相等的剂子。切的时候我们左一下右一下给它转动这个面条，这样切出来的小面剂切的既均匀，待会儿整理的时候也方便把它整理成圆形。全部切好后上面撒上干面粉，再给它搓一搓，让所有的切面都能裹上一层干面粉，这样就不会粘连在一起了。搓好后取一个小面剂，像这样给它整理一下，按扁，就按成这样一个小圆饼了。全部按好后，我们取出一个小面饼，左手提着小面饼，右手用擀面杖将它擀开，边擀边转，把它擀成这样一个四周薄中间厚的饺子皮儿。擀好后，我们取一张饺子皮儿，然后放上调好的馅料，素馅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勺子给它按压紧实，这样馅料就装的多一些了。然后左手拇指食指轻轻的向中间给它逗拢一下，右手的食指在外面，拇指在里面，给它捏合，
压一个褶子，然后左手的食指向前推出一个褶子，右手的食指给它捏住，再推再捏，再来回的给它捏一捏，把边缘捏得薄一些。这样一个饺子的生坯就做好了。包饺子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大家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把它包起来。这种包法也是我们这边比较传统的一个饺子的包法。我们这边这种饺子也叫包子。像我们这边的人要说我今天包包子了，就是说包水饺了；要说蒸包子了，那就是蒸的大包子，是放在蒸锅上蒸的，就是有这么一个字的差别，两种做法，口味也是不一样的。这样包出的饺子没有面疙瘩，边缘是非常薄的，捏得非常薄，这样煮饺的时候也不容易露馅，不容易走水。再来看一个，取一张皮儿，放上馅料，然后对折，用两手的虎口、大拇指、食指用力的捏住边缘，像这样一个大肚水饺就包好了。这个做法比较简单省时，像水饺店饺子的包法一般都是这样的。包好后，我们可以把它摆放在簸箕里，簸箕里面要撒上干面粉防粘，因为包这个饺子我们要包完这一大块面还要很长时间，时间长了，饺子的底部如果不放面粉的话容易粘连，不撒面粉也可以把它放在吸油纸上，这样饺子也不容易粘连。全部包好后，我们就可以煮饺子了。锅中的水提前烧开，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，用勺子搅拌化开。煮饺子加入食盐，这样煮的时候饺子皮儿不容易粘连，不容易破皮。然后放入饺子，饺子全部下入锅中，用勺子轻轻的推动，让饺子转动起来，这样饺子就不会粘连了，不会粘锅了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。煮开后打开盖子，我们用勺子轻轻的给它搅动搅动，让饺子受热均匀。然后打入半碗凉水，盖上盖子继续给它煮开。煮开后，我们再转中小火给它煮上1分钟。素馅饺子打1次凉水就可以了。煮至饺子变得鼓鼓的，一个个飘在水面上，像这样我们的饺子就煮熟了。煮饺子不知道熟不熟，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，像饺子变得鼓鼓的，里面像充满了气儿，这样饺子就是熟的。关火，用漏勺把它盛出，装入盘中。饺子不能煮的时间太长，时间太长了，饺子容易破皮走水。这样我们的素馅饺子就做好了，皮薄馅多，不破皮不露馅。稍微放凉，看一下里面的馅料，特别的鲜香。自己包的饺子馅料足量，食材好，干净又卫生。尝一尝这个3鲜馅的饺子，白菜胡萝卜鲜嫩清香，香菇柔软劲道又滑嫩，再蘸上一点蒜末醋汁，口感更好，吃起来比肉的还要香。每次包这种素馅的饺子，老公一次就能吃上2大碗，好吃鲜香又美味儿。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